掌声欢迎王大刀。我很喜欢他。你们的父母离过婚吗？没有就好。我父母离了，在我小学的时候，刚离婚那段时间，我妈总会上网听歌，感伤流泪，那些歌总是刮风下雨的。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四川本来就没什么太阳，出门是阴天，回家天气更差。从此我就有了长大之后讨厌的第一个男人，李宗盛。他给我妈唱什么走吧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劝我妈离家出走，让我自己长大。他们说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曲中人。我年少就听李宗盛，不好听。妈妈伤心，我就担心。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偷偷摸她的脸，看她流泪没有。她每次都说：“哎呀，没哭。”我说：“那为什么脸上有些地方是干的，有些地方是湿的？”她沉默了很久，说：“因为妈妈是混油皮。”过了一段时间，妈妈不伤心了。几年之后，家里入住了新的叔叔，还带来了一个男孩，我的后爸和后弟。就在入住当晚，我听见后弟在我妈卧室里说话：“周妈妈，你给我新买的这个文具盒，我太喜欢啦。”他说话结尾居然会用啦，我只会用了。臭弟弟。他察觉到了我的不满，马上说：“姐姐，周妈妈已经爱你这么多年了，她从现在才开始爱我。”哎呦，你们遇到过这么强劲的敌人吗？他才10岁。就这么八面玲珑，油嘴滑舌，他长大会怎么样？我现在知道了，他会成功。战争已经开打，他嘴甜，我就懂事。可你很多懂事的灵感都是从电视上学来的。我走进卧室就说：“妈妈，洗脚。”妈妈说：“谢谢女儿，弟弟已经给我洗过了。”no， 崩溃了。洗过了，摇晃的洗脚盆。我说：“所以我要再给妈妈洗一遍，弟弟洗的不干净。”弟弟说：“你的意思是妈妈的脚特别的脏吗？”心机怪。不自量力的还手。长大之后，我问我妈：“为什么那个男孩不是你亲生的，你还那么疼爱他？”我妈说：“因为他嘴特别甜，嘴甜就能激发更多的母爱。”我简直追悔莫及。出生之后说的第一句人话就不应该叫妈妈，应该叫美女。
后来有一天晚上，后爸和后弟离开了我家，再也没回来。妈妈很难过，我也很难过。想让我妈心情好，可她心情太好，我又担心家里面又要来人了。我要掌握她的动态，我要知道她每天去哪儿，干嘛，跟谁，以及跟谁去哪儿干嘛。她一开始还回答我，后来说：“哎呀，妈妈忙着呢。”居然敢顶撞我了！我看他翅膀是越来越硬了，不告诉我，我就自己查。翻口袋，犯法吗？翻抽屉，犯法吗？我跟踪他，被发现了。我就开始偷看他的手机短信，他就开始删短信，收一条删一条，收一条删一条。我当时感觉我在抓我妈早恋。他删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有一次我看见他在问对面的叔叔说：“我们刚刚聊到哪儿了？”后来要念高中了，我要念住校，妈妈很舍不得我，说以后1周就有5天都见不到你了。我当时不知道我妈在笑啥，直到10年后的最近，我才知道我妈到底在笑什么。最近我们开启了演员合宿生活，我被迫和一个高中生住在一起。高中生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你想知道我这个玩偶是谁送给我的吗？你怎么看起来不太开心呀？你说我要不要找我 crush 说话呀？凌晨2点了，我想说滚啊，又觉得话太重了，我就只能说滚啊，跟你的 crush 一起。他每天都想知道我去哪儿、干嘛、跟谁。我好想放一首李宗盛的《梦醒时分》。有些事你永远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我想说我没有不开心，好吧，我是有点不开心，但我只是想一个人听一会儿歌，流一会儿眼泪，不用担心我，因为眼泪是可以擦干的。如果擦不干，我就说我是混油皮。唉，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我母亲，听懂，掌声。啊，别杀我！又想哭一把了。李宗盛，好听，是吧？掌声有请翟晓明。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翟晓明，大家晚上好。特别开心给大家讲段子，然后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翟晓明，是一个山东人。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我爸爸。我爸是一个蛮严厉的人，在我小时候遇到困难，他从来都不会帮我。有一次我被我同学给打了，告诉了我的爸爸，他只给我说了3个字：打回去。学会了。有一天我看到我的爸爸在我的面前摔倒了，我说站起来。我爸站起来，然后打了回去。我爸真挺严格的，他还会控制我的兴趣爱好。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动漫，现在看动漫的环境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好太多了。现在看动漫会被叫做2次元，我们小时候看动漫被叫做小鬼子。
我爸不让我看动漫，但我很叛逆。有天我趁我爸上班不注意，我买了一堆美少女战士的海报，贴满了我的房间。我当时想代表月亮消灭我爹。我爸回来之后疯了，他冲进我的房间，嚎叫着跳到了我的床上，当着我的面把那些海报全都撕下来了。我在旁边我都看傻了，我说我的妈呀，手撕鬼子啊！而且在我小时候有一档教育类综艺节目，对我爸爸的影响特别的深，叫《变形记》，大家知道吗？哦，都知道啊，就是把那个城里的富二代送去农村，跟农村那种比较贫苦的孩子这么做交换。我爸看完那个节目非常激动，看完之后每天见我第一句话就是：“翟孝明，我真该把你这样的送去参加一下变形记。”我说：“好呀，爸爸，我也想去城里看看啊。”我不理解他怎么把自己带入到城里的家长了。我跟城里那些富二代完全不一样，那些节目里的玩的富二代，他们打架斗殴，甚至敢打家长。我在我们家被家长打到变形。但我爸非常喜欢《变形记》，其实长大之后我才明白，《变形记》这个节目当年播放的时候，不仅是给我们孩子看的，也是给那帮家长看的，因为他给家长的教育失败找了一个非常好的借口。我爸看完《变形记》，他就觉得他之所以教育不好我，就是因为他太有钱了，他不该让我过上幸福的生活。从那之后，我在我们家里过得舒服一点儿，我爸就难受的要死。我在家里看个电视，我爸从他的房间里跟个鬼一样飘出来了。哟，农村的孩子他们能看电视吗？我有次买了个汉堡回家吃，我爸彻底疯狂，说：“哟，我真该让《变形记》这个节目组来拍拍你这奢靡的样子。”就我爸看完《变形记》，他就一个想法，必须得把我送到农村去。在我10岁那年暑假，他联系了一个远房亲戚，要把我送到农村待7天。去之前，我爸特别看不起我，甚至嘲讽我，说：“翟孝明，就你这样的去了农村，你连厕所你都不会上，你见过什么叫旱厕吗？”我去了农村之后，亲戚对我说的原话是：“哟，谁家这么穷了还用旱厕啊？”我爸小看农村经济的发展了。我和我爸去亲家第一天，被亲戚的富裕程度震撼到了。我们推开了他院子的大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栋3层大别墅，1层1台电视，我看都看不过来啊！我当时才10岁啊，我看到时候我想的是农村确实好啊，城里没有这些。来的第一天，亲戚问我爸说怎么想着把孩子送农村来了，我爸装起来了，说小孩城里待惯了，送农村来玩几天。亲戚太朴实了，他就听到3个字：玩几天。我在那边待了7天，一点农活都没干。我每天的生活就是遛狗、赶集、看落日。我把《变形记》过成了向往的生活。来的第一天，亲戚觉得我在城里吃的不健康，特地给我杀了头羊，做了烤全羊吃。哇！朋友们，这比汉堡好吃多了。亲戚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真想让《变形记》来拍拍我这奢靡的样子呀。不止亲戚招待我，他怕我玩不好，找了个年纪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带我在农村深度体验、深度游玩。农村的孩子都比较野性，比较自由。那哥们儿见我第一天，说：“明哥，今天带你去我们农村最好玩的地方，让你玩上1天。”他带我去了网吧。那我真的有点害怕了。我也没想到我爸送我来农村，磨练的是我的意志力啊。我不敢进去，我说我爸知道把我腿给我打断了。他说：“没事，明哥，网吧不行，带你去我们农村第2好玩的地方。”他又带我去了游戏厅啊。
我说这个行，我爸没说这个不让进。我进了游戏厅，邂逅了我来到农村遇到的最重要的一个女生，不知火舞。我打了7天的拳皇9期，我来到农村最大的收获就是嘎韭菜。等我爸来接我那天，我已经和农村融为一体了。我爸来那天觉得我在农村受苦了，给我带了汉堡来。我提着羊腿就出去了。我说爸，你怎么还在吃这种垃圾食品呀？我爸在一堆亲戚面前宣布了要带我回城里，我当时泪水直接下来了，我哭得像《变形记》里边要去农村的孩子。回到家，我爸觉得不能白让我去，非得让我写一篇感想。我当时才10岁，我不知道我爸送我去农村是让我干什么的。我那篇感想，我当日记写了。我的标题是我在农村的幸福生活。开头第一句把我爸都搞得有点破防了。我写我在农村终于住上了我梦寐以求的大别墅。现在《变形记》已经停播了，我其实觉得蛮可惜的，完全没有必要停播，咱可以与时俱进，改变一下。你别光交换孩子，你交换一下原生家庭，对吧？哎，我爸既然觉得我这个孩子不好，那就把我爸交换出去，送到富二代那边，让富二代打他一顿。等到我爸被打了，我就可以替小时候的我对他说出那3个字了：打回去。掌声2位明星，掌声欢迎世越。大家好，大家好，我叫世玉啊，我是去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离开大学，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我的小学。我小时候来自陕西南边的秦岭大山里边，上学需要每天走4公里的山路。你们知道4公里山路对一个小孩来说意味着什么吗？太好玩了，那路上可以上树下河，每天到学校最大的感受是，终于能坐下歇会儿，玩得太累了。我们的教育理念就是玩累了咱就学一会儿休息一下，而且你必须休息好，因为放学回去还得玩呢。同学说你这不强行美化山路自我欺骗吗？其实你小时候肯定很羡慕城里小孩，说实话真不会，小时候没见过城里小孩。你们这城里小孩根本不知道每天上学玩4个小时是几个小时，因为你们根本没有玩过。我感觉我们上学那就是每天翻山越岭赶去学校聚一下。就是书包里边带着语文、数学、蛤蟆，从小就玩打野。但我们还是很看重教育，我们当时上的都是20个人的精品小班儿，因为村里边就这么点人了。班里边坐了4列，分别是1年级、2年级、3年级、4年级。就你们的大学校是一个年级有好几个班，我们是一个班有好几个年级，那个分布是大杂居小聚居。班里边交朋友都属于是忘年交。至于5年级、6年级怎么做呢？因为他们学的要难一点，所以我们是没有5年级、6年级的。老师当年只学到4年级，我们上课也是4等分的，就是4个班挨个学10分钟，刚好1节课40分钟，一个课堂拼盘儿。这个关系就是4是4，10是10，4是4啊，4是4，10是 OK 好。这是第23次失败了。反正就是1节课我们是自习30分钟，只用学10分钟，所以我们没有美术、音乐这种课，因为留给语文、数学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尤其不能有体育课。小学生每天来回8公里的运动量，你要是再上体育课，就这20个小孩还得少。
每天来回8公里来读书，都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但是行路难，行路难，它难于上青天。但是一行白鹭上青天，白鹭是24节气之一，是不是跟不上了？跟不上就对了，这就是一个教室坐4个班的感觉。我们的学杂费一点都不白交，都学杂了。我们上课最难的是要做到两耳不闻窗内事，因为窗外真的很安静。学校为了鼓励我们，在墙上写着“知识改变命运”，但是有一次下场大雨之后，墙上只剩下2个字儿“命运”，下面还有红漆往下流，感觉命运老惨了，而且那个命运的命啊，特别长。当时感觉命运是又惨又长，我们都决心要改变这种命运。我同桌说他长大以后想做防水。你就说改变没改变吧。我是决心要好好学习的，但是最烦是亲戚老爱问你，说考班里第几名啊？这个真的很难回答。我不知道怎么定义我们的班里。你看有人还是跟不上，我跟你们这城里人说不明白了。因为我们班里有4个赛区。想想我说我是年级第1，他说那在你们班呢？不是，一般人是问不出这种找茬的问题的。正常情况下，年级第1肯定就是班级第1，但我们这儿确实是班级比年级还要大。我说班里也可以是第1，但是同时还有4个并列第1。2年级之后，我爸让我转去镇上，给我说什么穷啥不能穷志气，穷啥不能穷孩子，穷啥不能穷教育。我听完想说，爸，穷啥呀？他不能穷讲究。怎么穷人说法这么多呢？本来我就不想去镇上，但是我那会儿年龄小，就是胳膊是拗不过大嘴巴子的。谁说父爱无声了？有声有色。去镇上非常不适应，他们老问我说：“你们家住在哪个街道呀？”我说：“这个我还没有接到通知。我们那儿都不说街道，都说山头啊。”最不适应的还是上课，因为他们班里就1个赛区，这就导致他们一学就要纯学40分钟，我受不了。我习惯了先学10分钟，再休息他半小时啊，由奢入俭难呀。因为我上过村里的正规小学，我觉得我肯定是跟不上了，但也不是我装啊，期末考试又是年级第1，就是很奇怪啊，有些知识点虽然是第1次学啊，但是总感觉有点印象。然后班里之前那个第1很疑惑的过来问我，说你是从市里边转过来的吧？我说我从山里边转过来的。他说现在山里发展这么快吗？那你一定学得贼刻苦吧？我说不是刻苦，是课多。我1节顶你4节。然后真的也不是我装，从这儿之后我就开始蝉联年级第1，直到5年级。库存不够了，学不会。我也是第1次接触5年级，一点印象都没有，因为我学习走的是印象派。我之前能拿第1是因为5年小学4年模拟，现在没有拿第1是因为5年级转来另一个小孩，他一来就抢走了我的第1。当时我就知道他们村肯定更穷，他们一个教室起码坐6个年级。我说你是从隔壁村转过来的吧？他说他从市里边转过来的。我说现在市里发展这么慢吗？你转过来太是时候了，我刚过巅峰期。他说那你可以往村里边转，回不去了。我已经5年级了，
村里边最多到4年级。我现在回去干啥呀？支教啊！但是其实我是真的回不去了，因为在我转走的第2年，学校就倒闭了，教室都塌了，因为没有做防水，孩子们都转去镇上了。但是我小时候真的在山里边特别开心，如果有机会可以让我重新回到山里边上学的话，我不要这个机会，因为我现在觉得小时候过得还挺苦的。但我也不是否定小时候的开心呀，只是视角不同罢了。现在是1.7米的视角，我站在小时候1.1米的视角，那时候的状态就是穷啥呀，他就要穷开心。哎呦，真的就像大老师这歌词里边写的，小小的人儿啊，他抓蛤蟆，天天就爱穷开心。小小的人儿啊，他改命运，嘻嘻哈哈只能穷开心。谢谢大家，我是世玉。掌声欢迎陆恒。陆恒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叫陆恒，我来自广西柳州。不用猜了啊，就是一家螺蛳粉店的老板。现在店里每个月扣除固定的3万开支以后呢，还能足足净挣4、5千。收入可以跟店里的阿姨对比的话是平分秋色，地位也是平起平坐。生意很一般啊，但是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个2岁的女儿，非常的漂亮。其实她的漂亮跟我有很大关系的，主要是靠长得不像我。我挺害怕每次带她出去玩的时候，特别是在电梯里面的时候，总有人会忍不住问：“你女儿？你女儿？”我说：“对的。”然后她说：“哇，宝贝，你运气好好哦。”有些人更过分，问你女儿，我说：“对的。”然后她就拍着她的老公，她说：“你看。”然后就不说话了。她老公也不知道该看哪，因为接下来的话很难听。我无所谓，任何人觉得我女儿长得不像我都无所谓，我也拦不住，对吧？但这个人不能是保安，因为他觉得不像，他会拦住我。有一次1岁的时候，我带我女儿去商场玩，那天回去她哭得非常的厉害，保安就过来问我：“先生，为什么这个小朋友哭得那么厉害？”当时我非常的生气，我说：“你不会觉得我是人贩子？”然后他就叫我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直接。他说：“那你怎么证明你女儿是你女儿？你能让她喊你一声爸爸吗？”我说：“她都还不会说话。”他说：“那没办法，你只能等。”我说：“等什么？等她会说话啊？”他说：“等警察来。”后来警察跟我老婆都来了之后呢，确实证明我女儿就是我女儿之后，警察说的第一句话我也很震惊，他说：“人不可貌相啊。”后来他知道搞错，就一直跟我道歉。他说：“对不起，浪费你的宝贵的时间。”我说：“你不用跟我道歉。如果我今天真的是一个人贩子呢，对吧？你也没有私心。”他就笑了，他说：“如果你真的是人贩子，我年底可能就转正了。”我女儿是8月3号出生的，当天我也在医院。进产房之前，医生就把我拦在外面。他说：“以他多年的经验，我进去没有任何的作用。”当时我非常的生气，怎么可能没有作用？我可以进去给我老婆加油打气。哇，到了里面之后，我才发现我唯一的作用，就是证明医生是对的。我看见我老婆就躺在那里，我一点忙都帮不上，我就心里面一直在忏悔。我觉得我对不起她，我经常欺负她，我会讲那种很冷的冷笑话去冷她。你们想听吗？想。不想听的也得听。我问他：“你买过恶活吗？”恶活。他问我什么是恶活，我说恶活就是上小学的时候，有人用火柴盒会装一只会飞的虫子，2毛钱一个，你给他2毛钱，然后他把火柴盒递给你，你打开那个盒子，虫子就飞走了，然后你就恶活。哇！我当时满脑子都是这个冷笑话，满脑子都是恶活。恶活。
医生就问我在想什么呢？我当时随口说了句，我说哦吼。他说你也别哦吼了，你都进来了，你跟宝宝聊聊天，他能听得到。我说我不知道说什么。他说其他的爸爸一般会说宝贝你赶紧出来，以后爸爸带你去买糖葫芦。我说那我懂了。我说宝贝你赶紧出来，爸爸以后带你去买哦吼。医生当时就很震惊，问我什么是买哦吼。再讲一遍，加油！然后我又把这个冷笑话完完整整的告诉了他，他听完之后就很有礼貌的叫我滚出去。不到10分钟，我女儿就出生了。她打开那个门，她说：“来，哦吼，过来，过来，过来。”然后开始数我女儿的手指、脚趾，1、2、3、4、5 ，OK， 没有问题。然后开始拍了她一下，我女儿哇就哭了，她就跟我说：“啊，孩子没问题，赶紧去充钱吧。”什么？就感觉好像刚才他帮我激活了一张卡，知道吗？拍了一下就激活成功了。你们就会觉得养小孩子会花很多钱，对吧？No， 不好意思啊，美国口音比较重啊。我不这么认为，因为他能花很多钱的前提是得我们有很多钱。我在柳州生活，1个月就4、5千，他能花多少？花完就4、5千，而且孩子吃的也非常的少，超市还有那种试吃的，我经常带他去。你们也会觉得养小孩子会浪费掉我们宝贵的时间 ？No， 你们忘了吗？我1个月就4、5千，那些怎么能算是宝贵的时间呢？我算了一下，1个小时就5块4毛钱，都没有充电宝贵。养小孩子确实是花掉了我们的时间跟金钱，但是也是有好处的。你妈永远都不会再催你。我妈以前经常跟我说：“哎呀，现在也退休了，不想玩麻将，就想玩玩小朋友。现在国家政策那么好，生了就给你带。”自从她带了我女儿2年之后，突然有一天她跟我说：“儿子，我想玩1天麻将。”我觉得我老婆生我女儿非常的辛苦，我有时间我就会多带我的女儿。我发现最大的好处竟然是我找到了我自己，哇，找到了那个曾经快乐勇敢的我。因为我发现我女儿每天都很勇敢，每天都很快乐。我们现在长大了，已经变得没有那么勇敢了。我现在都很少敢说爸爸我爱你，除非我经济很困难的时候。我现在跟我女儿玩久了，我也变得非常的勇敢。我敢做我小时候才敢做的动作。我推着她的婴儿车在公园跑的时候，他转头跟我说：“爸爸，你可以像孙猴子一样。”真的，朋友们，我放飞了自我，我推着他的婴儿车，这边再来一遍。哎，此时此刻，可能有些人感受不到我现在的快乐，对吧？不重要。今天录制完之后呢，就由张绍刚老师以这个样的动作带着大家跑出这个录制现场。哎，你一定会很开心、很快乐，好吧？因为那个就是曾经的你。有一天，我又带他去商场去试吃，我有感而发的说了一句：“我说等你长大了，爸爸就变老了。”我女儿哇就哭了。我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她不想爸爸变老。我问她那哭又有什么用？她说她平时不想吃饭、不想睡觉，哭就行。她觉得哭爸爸不会变老。我当时觉得很感动，我就问他：“你能不能不要爸爸一个人带你来商场的时候哭？”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是陆恒，谢谢。掌声有请，来自海南的岛主。谢谢你们。那我们直接开始吧。又开始了。大家好，我是岛主，我是个纯天然无添加的海南人。有人说我像北京原始人，山顶洞人，还问我有没有因为长相自卑过。没有。
我长得不丑，谁在质疑？谁在笑？我只是生错了时代。我应该生在石器时代。我在石器时代肯定属于偶像级别的原始人。我和我弟、我堂哥、表哥们站在一起，我们是石器时代少年团。前段时间，我看到个原始人电影《北京人：人类最后秘密》，招募长相原始人的演员。我的人生角色终于来了。初试，我走过去现场问一下怎么报名，就通过了。初试通过，让我去复试，演情绪，就是微表情。开心我是这样演的，害怕我是这样演的，愤怒我是这样演的，惊悚我是这样演的。演技很差是不是？还是通过了。你们有被自己的天赋吓到过吗？导演说长得太像了，长得就像会用石器生活的。这句我翻译过来就说我长得像不会用电器生活的。导演对我一见如故，热情要送我回家，问我住哪儿。我不敢跟他开玩笑说我住在动物园附近，我害怕他送我到猴山。复试通过，我发现选上人都跟我长得差不多，个个都像我部落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学习培训怎么当原始人。我在里面学习得很快，拿棍子在那里，导演说你们就跟他学。谢谢你们帮我翻译。导演说你们就跟他学，他是原始人教科书级别的演技。制作武器，让我们把石头打出锋利的石刃，绑在木棍上用来打掠。我不知道上海公路怎么回事，我在海南讲普通话他们都听得懂的。上海还需要进货进货。没戏没戏，我们继续吧。继续。还有积石取火。积石取火就是两个石头互相敲击，迸发出火到火绒上。我觉得麻烦，偷偷拿打火机就点燃了。导演还夸奖我呢，这个原神真聪明。他是我们第一个发明火的原始人。培训的时候，我最喜欢吃的是剧组的免费盒饭。有些原始人还嫌弃呢，说盒饭真难吃。我说盒饭有菜有肉，多好啊！能吃饱我也很开心了。我连欲望都很原始。今天来到脱口节目组，不仅有免费盒饭，居然还有茄黄吃。番茄是个宝，茄黄错不了。每一桶茄黄都有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番茄汤底酸甜浓郁，茄黄，我在原始部落哪见过这种好东西啊？
我们还有个培训环节是分享食物，就是部落人把咬过一口食物分给我，我有点嫌弃，我就找另一边没咬过了来咬。导演看到了，跟我说：“原始人是不会觉得脏的。”我说：“导演，培训的时候不用真吃吧？真人在真吃，真把我当原始人了。”我都害怕，我说不会到时候截片抽肉给我截是贝壳吧？培训期间还请那个语言老师教我们原始语。好么不？阿达，本，低呀，我一听就知道他们是瞎编的。有点像我们海南话。老师教我原始语，但我说海南话还是通过了。没人发现。老师还问我呢，哎，你怎么每次原始语都能说的一样啊？我说海南话我当然说一样。这是我的母语，我甚至都不用说海南话，我有时候普通话说得快，也像原始语。培训完开机没选我啊，他们选好看的啊，我说怎么到17时代也卡颜啊？导演拒绝我理由是你很好，但如果选择你的话，有点丑化原始人了，得不到尊重。虽然最后没有当上电影中的北京原始人，但我现在心态发生很大的变化。我觉得我祖先就是北京人，现在的北京人都是新北京人，我们是被赶到海南岛的。哎呦喂！我才是正宗老北京，正宗老北京啊！现在我终于知道我们海南为什么简称穷了。穷是王加京，京城的王子，京城的王子。我们这是在隐姓埋名，总有一天我们会去北京拿回属于我们的山顶洞。我们祖先是最早一批逃离北上广的。北京欢迎你，这句原始的意思就是北京欢迎你。这个电影名叫《北京人：人类最后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北京人是我。现在脱口秀节目什么赛道演员都有了，穷人、富人、丑人、美人、高人、矮人都有人了。没戏没戏，我是智人。谢谢你们，我是岛主，我要直立行走下台。掌声有请 TZ。 红中红中。OK，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是 TZ， 我不是原始人啊，但是我是一个外地人。就是我是去年3月份在那个老家说脱口秀混不下去了，然后我就来了上海，来之后发现全是在老家说脱口秀混不下去的脱口秀演员，你知道吗？就基本上都坐在那边。开玩笑，没有。就我感觉上海的脱口秀演员越来越多了，就是我有时候在想，我说会不会过了几百年之后，上海全是脱口秀演员的后代了？到以后的上海人见面一打招呼都说，哎，你祖上是哪一年的大王？确实啊，脱口秀大王太赚钱了，所以就好多人都想说脱口秀嘛。但我发现现在是不是就是为了防止以前那些脱口秀大王太赚钱，割据一方，
你看，所以现在节目每年都办，而且越办越多，大王也越来越多。这个大王越多呢，大王就越小。这个学过历史的都知道，这个是为了削弱脱口秀大王的势力，加强脱口秀中央集权。他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脱口秀推恩令。你们很懂权谋啊！就来上海还是很激动的。就来上海的第一件事，我就迫不及待的去了那个外滩，终于看到了我从小到大都特别想看到的外国人。真的，就我有时候看到4、5个外国人在那走，我会忍不住走到他们中间，假装自己出国了。就是我为什么那么想看外国人呢？我分析过，就毕竟我学了10几年的英语啊，就是为了专门学习怎么跟外国人说话。就我为了学习怎么跟外国人说话，我都没时间跟我最喜欢的女生说话。所以当我第一次真的看到外国人的时候，我怎么不想上去酣畅淋漓的来句 How are you 呢？是不是？没有办法啊。然后那个上海还有很多特别洋气的酒吧，就每次路过的时候，别人就会指给我，说你看那个酒吧，王嘉尔经常去的。我说王嘉尔经常去啊，那我就不去了啊，那我就不去了。其实不知不觉来这个上海呢，也已经有1年多了。就我刚来的时候，我真的想都不敢想。我刚来上海的时候，我带的东西都特别少，因为我就是害怕我随时可能会走，你知道吧？我就忍不住脑子里总有那种幻想，就我在家一个人待着，然后突然有人给我打电话，说那个童先生，您这边后面就是不可以继续留在上海了，我这边打电话通知你一下。我跟你说，我肯定问都不敢问，我就说好嘞好嘞，我马上就走，东西都收拾好了。对，因为我们外地人就是这样，上海需要我们呢，我们就来；不需要我们自己走。我们外地人辛辛苦苦半辈子什么都不图，就希望上海好好的。我现在来上海1年多了，但是我也没有交社保，我也没有办这个居住证，因为我不敢给这座城市任何的承诺。我甚至都不敢问上海，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其实我很早之前就很想来了，就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当时我就特别想来上海，我跟我爸说，我说爸，我以后想去这个上海发展，但是因为我们家是安徽人，我爸觉得我太激进了，他说你怎么能一下就去上海呢？咱们普通家庭哪有那个条件啊？最多说努力，对吧？你现实一点，你以后去合肥扎根。你要实在想去上海，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实在不行，你去了合肥之后，你自己生个孩子，你让孩子去上海。但我现在长大了，我发现我也没有那个能力。就算我真去了合肥，到时候我孩子来说，那个爸，我以后想去上海。我说你怎么能一下就去上海呢？咱们家哪有那个条件？最多努力让你去南京。你要是实在想去上海，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啊！你到时候自己生个孩子，你让孩子去上海。但我感觉可能孩子也没有那个能力，孩子下一代只能从南京去苏州，再去昆山，最后才到上海。就必须要有倾注5代人的努力啊，而且必须每一代都是这人，才能最后到达上海，才能换来我们家族的第一个上海人。等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老家活到了120岁，到时候他们把我的后代带到我的床前，我颤颤巍巍地说出了那句我准备了一辈子的上海话，相互你 How are you？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我爸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老家本来是这个安徽六安农村的，对，也是我爷爷那边呢，特别想去这个省会发展，也是经历了1代人的努力啊，最后终于千辛万苦到了安庆。安庆是我们安徽清朝的省会，现在省会是合肥。就本来1代人就可以完成从地方城市到省会的迁徙，就省会一下子改了，中间就出岔子了，你知道吗？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被耽误了。我本来都可以直接去南京的，我现在还要先去合肥。其实我本来也没有说要一下子就去上海，就我毕业的第2年呢，我爸就用家里所有的积蓄帮我在合肥付了首付。我也是准备这个脚踏实地，按照家族的计划，从这个合肥人开始当起。就刚买完那套房，房子跌了几10万，就我当时在家里就特别难受，就本来5代人能到上海的，这下又出岔子了，又要增加2代人。
而且我很难活到170岁，你知道吗？我在家里真的特别难受，我想了好几个晚上，我说那个不行，我得去上海，就不管了，我直接就去上海，我直接买一张高铁票我就去，你知道吗？就来的那个一路上我心都特别虚，尤其是那个高铁，它不是从合肥出发，然后到了南京，然后那个乘务员就说南京到了，有没有下的？我感觉就是说给我听的，我当时都慌了，我说我爸是不是追过来的？我就听见我爸在我耳边说：“南京都到你还不下？你都快2站，差不多得了。”但我心里非常坚定，我说那个不下。然后到了苏州，他说苏州到了有没有下的？我当时就把心一横，我说我今天不到上海，我绝对不下车。然后最后终于是到了，出了高铁站，我看到大大的上海2个字，我都有点恍惚。我说我怎么一下就到了上海了？就我感觉好几辈子都过去了。其实这个段子大家本来是应该要等到170年以后才能听到的，对，但是因为我直接就来了上海，所以你们一下就听到了。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超前的超前点映了。我来了上海之后，我才明白，人是不会被一句话困住的。就我觉得曾经肯定有很多个上海，我都没有勇气抵达，但是幸好这个上海我还是来了。我现在终于可以酣畅淋漓地说出那句上海 How are you？ 谢谢大家，我是 TZ。掌声欢迎季烨。大家好，我是季烨。因为刚刚说要讲月子2嘛，去年6月份我老婆预产期到了，月子中心跑路了，我们家被骗了3万5。我在节目上也讲这个事儿了，哎，真不能低估咱节目的影响力啊！1分钱没要回来。当时时间特别急，只剩一家比较贵的月子中心可以选了。经理问我您怎么支付，我看了一眼价格，我说可以首付。但是贵有贵的道理，环境很好，月子餐遵循的都是16+8，16个荤菜8个素菜。你们也是没吃过好的，说实话，但确实太丰盛了，是我懂你们的感受，但我都害怕，我是害怕我的体重变成我媳妇儿的2倍。就她坐月子，我做个棚子。服务也没得说，但是没有必要。孩子刚出生就派人去医院接孩子，2个1.9米的保镖啊！我说这真的有必要吗？会有人来抢孩子吗？不是都没人要孩子吗？我当时感觉我钱白花了，我就是感觉我雇了2个保镖来抢我的钱。仪式感也很足，但我知道所有的服务都标好了价格。刚到门口，工作人员手捧康乃馨说欢迎欢迎，我听到的只有来财来财。我们到了那个房门口，经理说让我们迎接郑雅欣和王继业之子。之子可太神圣了啊！但那个价格可以更神圣一点，经理完全可以从我手里接过孩子，举过头顶啊，那子笨呀，哇啦哩吉娃娃。哎，我觉得花了这么多钱，一家人享受就好了，但我们真的很不适应，它太高端了。就我们一家属于误闯天家。像自费参加了1个月的变形记，那儿的生活离我们太远了。朋友们就这么说，我们的月嫂叫 Fiona。我印象中不应该是张姐、王姐、李姐吗？我不理解啊，那都不是像 Lily、Amy、Andy 这样的名字。Fiona 她可能已经过了6级了。就叫这个名字，感觉他有一套自己的带娃方法。我怕他往奶粉里加咖啡，孩子拉裤子他只会喷香水儿，但实际上他很专业。菲欧娜叫这个名字，我都不敢让他干活。要是叫王姐，我可以说王姐，您帮孩子换一下纸尿裤。菲欧娜我会说您坐，我帮孩子换一下纸尿裤。而且月子中心总给我们出难题。入住的第3天，让我给孩子夜读。我说孩子不已经睡了吗？啊，菲欧娜说建议我读英文版的志向树，中文我都没有读过呀。
哎，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你们知道志向树怎么翻译吗？志向树怎么翻译 ？To elephant tree。而且孩子真的能读懂志向树吗？我想改编志向树。我说志向树下志向果，志向树前你和我，志向树下做游戏欢乐。你们很有智慧啊！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我老婆说没事儿，你就改编，你就勇敢的吹，大胆的吹。我说你想说的是不是踹呀？是不是？因为那儿默认每个来这儿的父母都是富人，但我们就是普通家庭。但你知道我这个身份确实很让人迷惑，因为登记身份的时候我说我是山西人，名字叫王继业。很难不让经理多想啊。一直这两个条件能求出什么？他求我再住半年，但我们没钱。我是害怕这里的人看出来。我怕我一些勤俭节约的小习惯会暴露自己，因为月子中心的拖鞋是一天一换。朋友们，真的很想往家拿呀，质量太好了，天鹅绒的鞋面厚实软糯，棉毛的内里回弹饱满。我不是爱吃拖鞋啊，就是我在跟你们描述有多棒，因为以前住酒店我都拿的。我对一次性物品的尊重就是一次性拿走。我的 MBTI 是胡彦斌，我要的全拿走。有歌手在，就是想唱歌。我这也是天赐的声音吧，我这个。哎，月子餐我俩也不敢吃光的，因为我老婆怕露怯，说显得像第一次吃。我说咱不就是第一次坐月子吗？他让我们每顿都要剩一点。他说中午这8块排骨咱们就得剩2块。我说为什么？他说剩1块有点太刻意了，剩3块怕他们以后只给我们上5块。高等数学你知道吗？学吧。但我知道这样不好，但人在那个环境里面就没有办法。我们就想扮演一对不珍惜粮食的牛妈宁。而且我觉得有钱人是不会把东西吃光的，是吧？你们想，一个全是金融大佬的饭局上，马斯克会把隔夜蒜苔浇在米饭里拌着吃吗？比尔盖茨吃完鸡翅会一根一根会缩了手指头吗？肉掉地上了，巴菲特噌就捡起来了，说还能吃。别人恐惧，我贪婪。不会的 ，no， ridiculous。菲欧娜教我的啊。哎，在那里想吃麻辣烫，我也不好意思点，我怕格格不入，我怕别人看不起我。你们应该知道是谁，菲欧娜。但我还是要说，菲欧娜很专业，其实把我们照顾得很好。但我是第一次见气质那么中产的月嫂。有时候看到我都在寻思，我感觉坐月子只是我们见菲欧娜的门槛儿啊。你知道为啥不好意思点？是因为外卖到了，前台会打电话通知，说王先生您好，刘文祥到了。我怕菲欧娜误会呀，是咱老家来人了吗？是啊。我说是的，请把刘先生请上来吧，别把刘先生撒了啊。最自卑的那次是月子中心组织了一堂爸爸培训课，我刚进会议室就感受到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因为我当时穿的就是一件普通的短袖，但他们的衣服有点太上档次了。课上一半我就感冒了，我说被老前锋吹的呀，这是很难受，当时真的很难受。我低头看了看我的胸前，我说这就是我跟他们之间的 gap。老师还给我们推荐书籍，说各位爸爸们，你们可以看看《何以为父》《海地育儿大百科》《穷爸爸富爸爸》。我说这本书怎么这么刺耳呢？本来我就敏感，我说你点谁呢？啊，我要是不来，你就只推荐富爸爸是吗？住了20天，我老婆说她都有点后悔了。
我劝我老婆，我说咱不就是想追求更好的生活吗？我老婆说是，但感觉咱这个孩子就是含着金汤匙，但是喝着小米粥。我说小米粥怎么了啊？山西孩子就爱干口碳水，而且咱也是为了让自己舒服嘛，不然我们都没有机会体验这样的生活。我们得感谢孩子。老一辈总说，你知道爹妈为你吃了多少苦吗？我们就跟孩子说，你知道我们跟你享了多少福吗？哎，但我知道我老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我们有能力让家人体验更好的生活，但没法一直为那样的生活续费。经理问我到期你还住吗？我说弃地。我以为自己能当一个富有的大人，但也只能带他们体验另一个世界的小样，没有什么不好的。哎，我就是想要追求那种踮起脚尖才能够得到的生活。是的，我爱跳芭蕾。重新来一下，我爱跳芭蕾。谢谢。刚刚没收到音，没戏。最后的结尾是我们在月子中心待了28天就回家了。路上我跟我老婆说，我说真的像做梦一样。她一句话给我拉回现实。她说中午你去做3斤排骨，咱们一块儿也不用剩了。好，谢谢大家，我是季，祝你们天开心，谢谢大家，谢谢。掌声欢迎贾浩。他穿着都不一样，帅了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贾浩。来吧，朋友们，比赛又开始了啊！我真的觉得每年比赛都很不一样，因为首先第一个，我想向校友团的老师们介绍一下，在你们面前的不是一群普通的观众，他们是全上海最会填问卷的200位朋友。你们可能不知道。 现在观众的选拔比演员选拔更残酷。演员我们这一轮是42进35，他们是从1万多份问卷里边脱颖而出的200位朋友。哦，潘老师请你话，太优秀了，优秀主持人，关子也笑了。我知道你们的问卷在完整回答的同时，还有兼顾真诚、热爱和幽默。之前有人还专门问我说，今年你们那边文本特别强的有多少个？我说200个。哎，我真的觉得观众卷，演员也卷，你们知道吗？老观众应该知道，这几年脱口秀演员的段子主题越来越同质化了，对不对？比方说被骗钱的段子，去年很多人讲过了，对不对？租房的段子已经被讲烂了，留学的段子也太多人讲了。 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下我留学租房被骗钱的故事。我们把这个赛道细分一下啊，但我确实没想到这个段子最难的点在于，怎么让你们相信我留过学。我今天专门化了全妆穿成这个样子，结果上台前有演员说你这个样子不像瘤子，像模子。关键，我还是在巴黎留的学。 你们这个反应有点伤人了啊！你们这个眼神里边没有一个人在想，贾浩果然在巴黎留过学。你们眼神里边全是居然竟然。哎，我确实，朋友以前问过我说，你为什么没有在巴黎待过的痕迹啊？我说我出巴黎而不染。我肯定有在巴黎待过的痕迹，只是不太好看出来。关键我最难受的点是，几个演员互相聊天问都是说，哎，你留学几年了？ 到我这里就是，浩哥，你们以前工地辛苦吗？我是在工地待过，但是我也不爽啊，我也说我也是在国外待过的。他说，哎呦，你还干过海外援建？为啥呀？我甚至找到一个留学多年的朋友问说，为啥我就没有留子的气质啊？他说我们留子不说为啥。我说你装啥？哦不，你装什么呢？我知道大家都觉得刘子喜欢中英文夹杂，但是中法文夹杂很难的，我就不展示了啊。怕大家听不懂啊。展示。更怕你们听得懂啊。
我就不装了，因为有很多留子在外面没待几天，回来就喜欢装，对吧？说什么我们纽约，我们伦敦，我们巴黎不这样啊。纽约、伦敦就是他们炫耀的资本，在我心里，巴黎从来不是炫耀的资本，巴黎是家。今天我其实也是想和大家聊一下我的原生家庭啊。我就在我家待了半年，我当时被骗就去巴黎，很着急租房嘛。然后那个骗子就假冒房东，在租房网站上面和我聊了1个多礼拜，我就完全相信他，就把钱打过去了。导演组说你怎么没有从对话里找出破绽啊？我说英语阅读理解很难的。那你好歹打个电话确认。我说口语更差。我给这骗子汇钱的时候，前3家银行都告诉我说这个账号可能有风险，不让汇。我不甘心，我又去了第4家银行，直接找了个中国柜员骗他说这个账号是我表哥，才终于把这2000欧给骗出去了。你们应该听出来了，我这个人非常的执着啊，用英语讲叫 stupid， 用法语讲叫笨猪。笨猪，这个梗很巧妙，知道吧？啊，要鼓就一起鼓嘛。听不听得懂都沉默了。后来有一次和朋友聊天，他说他爷爷前段时间被电信诈骗了，就是因为年纪太大了，老糊涂了。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说句那么热血沸腾的话，我说年龄从来不是问题。他关键他爷爷被骗了还不承认，跟银行说骗子是他亲戚。我说你懂个啥？不说是亲戚，根本汇不出去。关键当时我这个穷小子是带着一脸憧憬去到的巴黎，被骗以后更穷，滤镜也一点一点碎了。我后来是花380欧租了一个4平米的次卧，后来玩问我租成多少钱，我说2000欧。他说这么贵你被骗了吧？给我难受坏了。直到后面去个朋友家里玩，他说他7平米的房子花了3000欧。我就知道我们都有自己的表哥。人在窘迫的时候真的很难正面去感受一座城市的好，对不对？什么时尚之都巴黎，我穷的理发店都不敢去，全是在家里和室友互相拿那个推子互相剪。室友给我剪完，我知道绝对很丑，因为我说到你了，他说他想留长发。什么公共设施发达，那边地铁贵到我只能买辆2手自行车上下学，美其名曰珍惜在巴黎的每次往返。2天就被偷了。后来我出行就是2公里左右我就走路去，5公里左右我就跑步去，10公里左右我就不去。在那边上个公共厕所都要1欧，这个价格我从来就是憋着。我感觉莎士比亚来巴黎都得问 to 憋 or not to 憋。我不知道啊，我当时肯定是to 憋。我在巴黎半年多，只上过1次厕所，在外面啊，在外面啊，在外面啊。刚刚那个人啊，在外面啊。但是也非常感谢那段经历，我现在录咱们节目5个小时随便录，完全不用去厕所。这就是我在巴黎待过的痕迹和底气。哎，为什么这么燃啊？反正我在巴黎待了这半年多，过得真的很不好。衷心希望国外的留学生朋友都注意安全。我全是糗事。朋友说你怎么从来没提过这段经历啊？我说韩信会到处说他钻过别人的裆吗？反倒是之前和梁海源聊天，他说听说你还留过学呀。我那个回忆全就涌上来了。我说海源哥，你有被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伤害过吗？他说我们广西南宁，怎么你了？那一刻我才明白，人啊，心里最美的永远是故乡。我心里最美的原来一直是咱们大上海。后来在海源的反复提醒下，我想起来我是四川泸州的，最后发现他也不是南宁的。
听完这段经历，他说你为啥不在节目上讲这段啊？我说我们留着不说为啥。谢谢大家，我子浩，谢谢。掌声欢迎韩大狗。哎呦，大狗。Hello， 大家好，我是韩大狗。韩大狗，谢谢，很激动。我最近一直在给贾浩的专场开场，难得有次机会在他后面讲。过去1年，我算是全职的专场开场嘉宾，市面上那些专场基本都有涉猎。我很好奇，那些经常买票的观众会怎么想我。评价童漠男这个演员特别有深度，贾浩特别有张力，韩大狗特别有时间。开场不容易的，我不光得换段子，还得换衣服。为了工作留痕，甚至会在小某书发开场穿搭 OOTD， 观众评论 TD。我算是比较注重穿搭，但仅限于脱口秀男演员里，全靠同行衬托。我的水平也就是只是知道把 T 恤塞进裤子里，也羡慕那些网上真正的潮流穿搭博主。我平时穿的都是网上买的那种基础百搭款，毕竟生活在上海，有时候都不太敢逛街。你们也知道，上海这些服装店，你光看装修，看不出它的深浅。我一般都是通过短袖的价格来判断它的消费水平，也不敢问价格。那些潮流买手店员的状态实在让人害怕，半死不活的，挤出气泡音。喜欢可以试一下。喜欢可以试一下。你嗓子不舒服你就治一下。他说话了，我也不好意思直接走，我就会边逛边假装对衣服感兴趣，但那个店员会一直跟着我。我真的只想偷看价格，他以为我只想偷，我就随机抽一件出来，看一看，摸一摸，猜一猜，还假模假样问店员，这是不是纯棉的？其实我就是纯咸的。他以为我想买呢，给我介绍这个面料舒服在哪里，高级在哪里，我只想知道吊牌在哪里。我发现衣服越贵，它的价格标签就藏得越隐蔽。便宜的衣服店，别说吊牌了，你都不用走进去，店门口喇叭会告诉你，通通20元，通通20元。但是那种贵价买手店，为了找价签，得给衣服来个搜身，摸出来还不是一张纸，一本小册子，衣服有个户口本，干扰我找价格。第一页品牌 logo， 第2页品牌理念，第3页英文版品牌理念。太真实了。我脸皮薄，也不想当着店员的面继续找价格，也不敢直接问，只能带去试衣间了。经常逛街朋友能知道，试衣间现在就有2大作用：大大方方拍一下商品货号和偷偷摸摸拍一下 OOTD。我在试衣间很有安全感，没人打扰我，我一个人可以尽情地释放我对价格的惊讶。那一长串数字，我刚才以为是货号呢。时尚的代价那么大吗？有些潮流衣服贵的就没道理。问就说，因为这是设计师设计的。那我想来件 AI 生成的，多新鲜啊！哪件衣服不是？我这段子很好笑的，因为是脱口秀演员说的。其实我尝试过小众先锋的衣服，但发现我的长相是落后的。
一身前卫的衣服配了一张后卫的脸。就是在高中，当时为了获得关注，买过那种花里胡哨的外套，以为这样很潮流，结果同学给我取外号，叫我骚胖子。这件事是我自卑的起点，很受打击。从那以后，虽然还是在意穿搭，但只敢穿黑白灰那种基础款，没有人再叫我骚胖子，就叫我小胖。可见黑色它不显骚，但也不显瘦。我就感觉青春萌芽的我刚想在潮流圈试探一下，但步子迈大了，骚胖子立马收回来。从此只敢在无人在意的角落，一点点小步往潮流移动。黑白灰、藏青、条纹、破洞牛仔裤骚。平时只敢穿百搭，穿百搭是我安全的退路，不出彩也不出错。但我以为买百搭款会是一劳永逸，但我的问题是越买越多，衣柜里只有百搭的衣服。出门前看着满眼的黑白灰，黑搭灰，灰搭白，最后一身白搭。百搭款得用来搭配有特色的，百搭款不能搭百搭款。被我买回来那些黑 T 他也无语，以为自己来辅佐小众设计师夹克。进了衣柜看了眼左右的衣服，怎么又回某衣库了？有时候看着这些衣服我也会共情，因为生活中我也是那种百搭的人。为了融入大家，我愿意牺牲自己的想法和特点。吃饭、打球、桌游、唱歌，每次局里都有我。因为订这些，我有秘诀。上美团，不管是 KTV、按摩、足疗，预定必有房。善用美团，能保证我在场，但不能保证我在唱。因为去了 KTV， 我也不唱歌，一晚上我就坐在那个音控台边上，担任晚上 DJ， 给大家切换原唱伴唱，调调音量，感觉坐久了更像个卤菜店师傅。他们跟我说话都是切一下谢谢，切一下，切一下谢谢。哇，这个好，切一下，切一下，心里也会难受。这是为什么我之前一直不喜欢百搭这个词，当时觉得它像贬义词，只是没有特色的好听点的叫法。直到演出制作人和我说，很多专场喜欢找我开场，因为我百搭。那百搭是褒义词，它代表牺牲，代表奉献，代表它甘为绿叶。这世界总得有人开场，大家都想当主咖，主咖得拿大狗大。我也希望就这样一直演，有一天大狗也能当主咖。谢谢大家，我是百搭狗。让我们掌声有请阿赛。嗨，大家好，我叫阿赛。确实之前做过一段时间的航空乘务员啊，所以今天还和大家聊一聊辞职这个事儿。不干了，不喜欢上班，上班得早起。有些朋友可能7、8点钟顶多打个卡，我起床那个时间我都想打个鸣。早上3、4点钟就得出门，3、4点钟冬天的哈尔滨，我穿着羽绒服，拖着行李箱，站在街边等车的时候，路过的环卫工人大叔都和我打招呼说：“小伙子，回去给媳妇儿道个歉吧。”我们确实对时间要求的特别严格，1年内迟到2次就会被劝退了。可能朋友们在公司迟到了，活儿最多晚点干；我们要迟到了，那活儿可能乘客自己干了。那乘客自己热饭，自己喝水，坐一天寻思坐了个什么航空，坐了个自助航空。
我们不但不能迟到，还不能早退呢。我不能上着班想偷个懒，背着包从后门溜走了。背个包从后门溜走。那我背的得是3包。最讨厌的就是延误、随机加班，而且我们是飞机轮子完全离地开始计算工资，完全着陆就停止计算。我还不敢盼着那个轮子它收起来就落不下，那样只会有可能一次性得到一笔钱。所以我们延误时候是没有工资的，而且延误时候乘客的情绪大家也都知道，别人在骂无偿加班，我无偿加班还在被骂。有一次乘客们都上飞机了，然后延误了，一个大哥很着急跟我说什么时候起飞呀？我说对呀，什么时候起飞呀？不管能不能起飞，你先飞起来呀。对，你实在不行把轮子先收起来呀。这么点毛毛雨都不敢飞，不行叫代驾吧。我说大哥你等着我去看看，不行我飞啊。大哥说别的小伙子没那么着急，你给自己倒个饮料冷静冷静吧。而且我也干不好这个，我也不适合干啊。乘务员嘛要有一定的亲和力啊，入职之前会培训假笑。我师傅夸我笑得最假。还有一定沟通能力，要会尬聊啊。同事说我聊得最尬。假笑。我师傅教我说，你跟乘客说话之前先笑一下，然后完全肯定他的要求。我学会之后上飞机，乘客和我说：“哎，这座椅好难受啊。”我说：“难受好啊。”乘客说：“这桌板吃口饭可真难呐。”我说：“也真难吃啊。”我师傅都不想带我了，说：“你笨是笨，你怎么偏偏不爱迟到呢？你说你实在不行，你挑2天晚点来呢你。”后来就接触到了脱口秀，我发现吐槽上班可比真上班爽多了。而且我第一次在东北老家上开放麦，我就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夸我有意思。观众听完了说：“这小子乘务员不想干了，想干脱口秀，真有意思。”这个太东北。确实，最开始脱口秀大家觉得只能当一个爱好啊，包括现在我有老同事跟我聊天说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我说我过挺好的。他说现在做什么呢？我说我说脱口秀。他说过得不好就说不好呗。当时就想辞职了，周围人就开始劝我，同事先劝我说没有人喜欢自己的工作，而且以你这个年纪，你再想找工作能和应届生去竞争了吗？我想也是哈，我查了一下工作满意度调查，只有20%的人喜欢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说每10个人里边只有1个人喜欢自己的工作。没算错，因为还有1半在找工作。时代真是变了啊！父母那个时代，大学生可以随便选各种各样工作，现在怎么随便一个工作可以选各种各样大学生了呢？而且应届生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了。好工作要名校毕业，要高学历；不好的工作不好。工作不好。同事继续劝我说：“咱这个福利待遇也不错，你忍一忍，再干30年，退休就好了。”我想，我忍30年，我偷个飞机，顶多也就忍这些年吧。而且不只是不喜欢啊，我真的在想，我要一辈子上这个班吗？我已经身在空中了，却只能透过窗口看那么一小块天。我60岁再上飞机，我可真是老空少了，我都怕乘客给我让座啊，颤颤巍巍推餐车，一颠簸了乘客保护我，倒饮料手都抖，撒乘客一腿，乘客不高兴了，我说那你要投诉老人呐。我觉得离职和离婚已经是30多岁人的2件人生大事了。而且劝人的话术也都是一样的，就是想想父母啊，想想孩子呀，那就不用想想自己啊。但有区别，
离婚了，你虽然没有了家庭，但还好还有事业；离职了，虽然没有了事业，完了还有家庭。我爸说脱口秀它就是一个一时新鲜，你不能因为外面的新鲜感影响了正常的生活。但是我妈不一样，我妈说儿子妈支持你，你妈知道跟不喜欢的过一辈子什么感觉。我说妈，咱聊的是我辞职的事儿吧？别我没了事业，我爸又失去家庭了。后来还是决定辞职了，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然后现在演出也会继续再坐飞机，然后再上飞机我已经是乘客的身份了。我发现我能当那个最好的乘客，我不迟到啊，延误了我也不作不闹，飞机不停稳了我不打开行李架啊，那饮料我都能自己倒。而且我不但能当最好的乘客，我还能当最好的脱口秀观众呢，因为我练过假笑。不过我不喜欢假笑，所以来到这就是因为我喜欢看人真笑。讲这么多，谢谢你们。掌声有请海波。大家好，我是海波，是2个孩子的爸爸，不是孩子的爷爷。我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经常给她班里小朋友解释我是她爸爸，不是她爷爷，解释了3年。后来她班里小朋友回家之后，直接管自己的爷爷叫爸爸。从我女儿上1年级那天起，我就开始疑惑，我俩到底是谁在上学？我现在有了自己的班级群，老师每天都在群里发作业，有家长忍不住问今天的作业是孩子做还是我们做，立马撤回了。他不是发错群了，他是知道应该谁来做了。你说谁来做？这个群里1个孩子都没有。这个群里没有孩子，但是总有人在这个群里面炫耀自己的孩子。语文老师说回家之后写一篇300字的短文，就有一个家长问还需要翻译成英文吗？这不是废话吗？语文老师布置的作业你翻译成英文干嘛？有本事你翻译成甲骨文。还有一个家长问就300字够吗？你说300字够吗？你家300字不够，我家还有300字。家长群都卷吗？很多，我在。最夸张的就是有一次数学老师在群里说回家之后把试卷上的错题订正3遍，就有一个家长问我家1题都没错，该订正哪几道？太恶心了，我就把名字改成班主任。很会治他。艾特他说你家把试卷抄3遍。我经常在这个群里改名字，在这个群里改名字，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当谁的爸爸就当谁的爸爸。真硬啊，这段子。1年级小孩写作业很磨蹭，经常要写到9点10点，有时候写到11点，写到我的手都疼了。我理解的减负就是通过作业的方式减少这个世上父亲的数量。我老婆做作业的时候，她真的会打人，会打我。她理解的减负是减少这个世上的丈夫。我会帮我女儿写作业，会在她睡着之后模仿她的笔画，偷偷的帮她把没做完的做完。如果我不做，第2天老师就会在群里点我的名字。我害怕被艾特，每次老师艾特我的时候，我都很自责。为什么？为什么我不在前一天晚上把名字改成人家的爸爸？我一直以为我女儿不知道我写作业这件事情，直到有一天她给我说：“爸爸，有2道题你做错了，全班就你做错了，不会做就不要乱做。”我试过让她自己在房间里写作业，我在外面等。你知道我等了多久吗？她出来给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哎，爸爸，你刚才不是有黑头发的吗？”只要一让她写作业，她就开始削铅笔、找橡皮、上厕所、喝牛奶，还要给我讨论人生的意义、物种的起源，最后还唱了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
我说你写不写？你要不写我可写了。他说你要写就快点写，别磨蹭。他们的生活经验有限，很多东西你给他解释不清楚。我用了一上午的时间才给他解释清楚为什么2乘以3等于6。结果到了菜场，他发现一个摊位上写着青菜1把3块，2把5块。他崩溃了。为了让我女儿相信2、3得6，我给卖青菜的讨价还价半天，他才答应卖给我2把，收我6块钱。而且每天早上我会给他准备7支铅笔，1块橡皮，晚上回来就会变成1支铅笔7块橡皮，那7块橡皮还穿在那1支铅笔上面。我问他到底是去上课了还是去撸串了，他说不要碰我的糖葫芦，每个橡皮都好像被狗啃过一样。我问他上课的时候是不是吃橡皮，他说一点味道都没有。好可爱。下次能不能买我同桌那款橘子味的？我给他买了橘子味的，还给他买了苹果、香蕉、草莓味的。我想让他营养均衡一点。他们根本不会用橡皮，每次都擦一个洞，那个字都不是被擦掉的，是从洞里面掉下去的。一边掉下去还一边在喊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之所以喊3声，是因为下面3页纸全是洞。他们的书包带回来什么东西也很随机，他带回来过老师的书。有一天到家就开始写作业，写了2个小时才把作业写完，合上作业本哇的一声哭了。我跑过去一看，他写在了别人的作业本上。从那以后，他的作业本总是时不时地出现在别人的书包里，我怀疑是他故意塞进去的。一个孩子的爸爸给我打电话说：喂，你家孩子作业我已经写完了，我想问问你家住在哪里，我要把我家孩子的作业给你送过去。我说不会吧，你写的是我家孩子的作业，那我刚才写的是谁的作业？要不咱俩先对一下答案吧。他的文具盒就像他的魔法盒一样，你永远不知道打开文具盒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过一张我的照片，果然我每天都在上学。我问他在文具盒里放我的照片干嘛，他说你在朋友圈里发我的照片干嘛？我说大人的事儿你不懂，他说小孩的事你不懂，我会想你。我说那咱们能不能换个方式，不要把我的照片贴在这个小黑盒子上。他说那我长大了是不是就得这样想你？我说你怎么会长大呢？想爸爸的时候你就是个孩子。谢谢大家，我是海波。掌声欢迎曹国。大家好，我是曹国。我不是海波的儿子。第一赛段比完，我跟我妈打了个视频电话，向她汇报第一赛段的比赛情况。她就给我提了一个建议，她说：“儿子，你可以试着留个刘海。”拜托，我这个发际线要是留刘海的话，这一刮风就像舞台剧开幕一样。我也没有想过去植发，因为植发只能治秃，它不能治脱。植发只是把我后面的毛囊移植到前面来，所以如果我继续脱发的话，我就得不断的植发，迟早我后面的发际线也会开始上移。最后两军会是在光明顶之上吗？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商业头脑的人。之前我们办公室引进了一台自动贩卖机，但就是一台玻璃门的冰箱，没有锁也没有摄像头的那一种。我就问他们的工作人员，我说你们这个不怕被偷东西吗？他说我们不怕。我们的每一台冰箱都找了寺庙里的高僧开过光的，偷东西的人会遭天谴。我马上就冲了出去，扶了一个老奶奶过马路，然后用这点功德换了一瓶可乐。我从小的梦想是成为世界首富，现在世界首富是马斯克，他是一个所谓的亿万富翁。但其实你的资产只要超过1个亿，就叫亿万富翁。
所以亿万富翁这个称号其实跟万字没什么关系。万出现在亿和富之间，就是在硬蹭。我觉得亿万富翁就应该叫亿富。马斯克可以考虑一下做我的衣服。最近马斯克的 SpaceX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按照他目前的估值，马斯克的财富将达到6700亿美元，约等于人民币5万亿。5万亿，有钱能使鬼推磨，超级有钱的人可以让万走到亿的前面去。5万亿有多少个零？你们知道不？12个。我第一次把这个数字输到我的手机里，可以拨通。怎么拨通？怎么能拨？好厉害！你真的很难想象5万亿得有多少钱。我当时想的是，这堆起来得比我人还高了吧？我好歹都有1.8米。我知道你们都不想问这个，但是你们得知道，1.8米是净身高，头发没算。然后我的老婆就说我特别的幼稚，什么人这么有钱会把它堆在家里？我要是有5万亿的资产，每天我一回家就在那边畅游，蛙泳、蝶泳、自由泳、仰泳、狗刨、深水炸弹。大家今年都怎么了？好突然啊！我真的很好奇这些亿万富翁是怎么赚到这么多钱的，我就去看他们的电视采访。当记者问他们怎么赚钱的时候，他们最喜欢给的一个答案是什么？我对钱没有概念，钱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数字。这100%是句废话。我的钱对我来说也是个数字，3也是个数字，单位是个，我有3个钱。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对钱没有概念。还有一类亿万富翁让我觉得更恶心，就记者问他们喜不喜欢钱的时候，他们第一反应是否认和回绝。什么钱？我从来没有碰过钱。呸！这也是句废话。现在都是移动支付，我也碰不到我的钱，它就变成你的钱了呀。而且喜欢钱有什么不好承认的？你都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之一了，你不喜欢钱，我喜欢啊。我是喜欢，我刚刚演的有点过了，不好意思。挺喜欢钱的，挺喜欢钱的。我发现这些亿万富翁有个毛病，就喜欢乱花钱。比如他们会花600万美金买一根香蕉，花10亿美金在太平洋的海底修酒店，用火箭把一辆汽车射到外太空去，在小行星经过地球的时候用激光在上面刻自己的名字。你们都听不出来哪2条是我瞎编的？真的听不出来。所以我觉得这种人就不配当亿万富翁，因为他们花了太多精力去思考怎么赚钱，耽误了他们想清楚怎么花钱。我不一样，我的全部精力都花在了考虑怎么花掉我的5万亿上面。万一我有5万亿，我会想办法让全人类都过得更好，方法我都想清楚了。每天我就随机挑一个人，给他1个亿。哇！没有任何条件，这样我就会成为一个超级英雄。绝招是一指禅。指中我！就是你了。今天晚上得给我想清楚怎么花掉你的1个亿。所以马斯克，你给我听好了，我要对马斯克喊话，看哪个镜头，请问？马斯克，我的义父，我给你写了一首诗。
这首诗的题目叫做 To Elon Musk。Mr. Elon Musk， 拯救人类 is no simple task。你的5万亿不要藏着 ，spend it all you must。改变命运只要1亿人民币 ，Me you can trust。哎呦，前面的英语都没听懂的朋友 ，Your English suck。为了押韵，我已经说了3次 us。us 是 we 的宾格，有些朋友可能会 ask。Mr. Musk， 给我一点钱，我明天就去植发。我头上这片荒地比火星更值得开发。Mr. Elon Musk， 现在就给我转钱吧。谢谢大家，我是曹国。掌声欢迎李奇宝。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奇宝。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朋友们，我是个留学生。我留学原因其实还挺简单的，就是我是一个抗压能力特别差的人。我工作2年以后就受不了国内这种内卷环境，我决定出国留学。就我抗压能力差到什么地步？第1赛段还没比的时候，我就想退赛。但是吧，就是导演说今年出台了一条新政策，说由于往年总有人退赛，今年退得赔钱。以后谁问我为啥站在这儿，我说因为张博洋。节目最知名跑男，抗压能力太差了，朋友们，所以留学的时候特意给自己选了一个那种就是松弛国家，意大利。Bravo。我觉得肯定很适合我，松弛，没有人管。去了以后发现有点太松了，管的也松。我第1次泡小偷的时候，我都没意识到，就我刚到意大利第3天，我走进那个跑鞋店，我想去逛一逛，然后我看见一个外国人，他穿上那个鞋以后，他就跑了。我当时很震惊，我说怎么国外还能试驾了？然后发现不对，开始有俩人开始追他，真跑不过，给我看的都心动了。我说扎斯拜他。店员问我要哪双，我说就要跑走那双。我之前以为只有意大利是这样的，还有次去巴黎，就那个卢浮宫旅游的时候，去的时候那个导游跟我说，他说你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把你手里所有的贵重物品紧紧的抓牢。我挺惊讶的，因为卢浮宫要买票的，我说咋小偷买票进来偷啊？他说不是，办的年卡。后来他跟我说，他说欧洲这个地方26岁之前可以办那种青少年卡。我说啥意思？26之前偷打折。我回去查了一下，那个卡22欧，160块钱，偷1年，合下来4毛钱一天。就那个地方所有事都出乎我意料，你知道老师也是那种很松弛的老师。就我完全接受不了，到意大利以后要先学半年的意大利语，教我意大利语的是一个意大利人，他不会说中文，也不会说英语，就教。我第一面见上他，我感觉他都不是老师，他就是个意大利人。上课第1天我都懵了，全班20多个中国学生加上1个意大利人，我说就这个语言环境你还不会说中文吗？老师教学态度也很敷衍，我学的第1句意大利语叫做 Poco Italiano Parlanglese， 就会这一句。这句话翻译成英语就叫 Can you speak English？ 老师自己都不会说 English。我就拿那个翻译软件，我去跟他说，我说我觉得你这样我是没有办法学好这门外语的。他给我那个理论很简单，他说如果你想学好一门外语，你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从这走出去。我说干啥去？他说你上大街上随便找一个外国人跟他说话。我说你不就是外国人吗？
而且他这个理论行不通，朋友们，就是你早期那个词汇量不够的时候，你跟外国人说话真的很诡异。你走到那个外国人面前，Sorry， 就没有了。我到现在用的最好的一句意大利语叫做 "see"， 英语 "yes" 的意思。人问啥我都 "see"。我头半年早餐吃的都是盲盒，时间长感觉不是上海外上学的，我好像在那个海外经商的广西人。人一问我啥味儿，细呀细呀。我觉得我去了意大利以后，我发现我不是一个很松弛的人，我觉得我接受不了那边很多制度，就比如说放假，那老欧洲人怎么那么能放假呢？他们甚至有一种假期叫做乔假。啥意思？周三四放假，完了周六日放假，顺便给周五也放了，搭建一座假期的桥梁。我说怎么不应该调休吗？谁让你修桥了？你知道一开始放假还挺兴奋的，就是那种1个月大假期到处去玩，玩了1个月以后发现还有1个月，一下我就不行了。我说那人还能这么快乐吗？那不得学点习呀！我是中国人，放假放得多，我心都散了。我一开始特别慌张，我就跟我那个语言班老师发消息，我说你有没有什么课下补习班啥的，我可以报一个。他跟我说，他说你要是没事的话，也不要给我发消息。他说你可以去公园里躺着。去了，朋友们，有效果，躺一下午，一下就收心了。我手机丢了。我在那待到最后1年的时候，有时候还开始替别人焦虑。我有时候往公园里一走，看一地躺那个意大利年轻人，我都上火。我说完了，都废了。因为你知道，当一个国家是这样，所有人都心散，就没有人好好工作了。我甚至经常吃不上饭。我有一次点外卖，3个小时没送到，我打电话问客服咋回事，客服跟我说，他说外卖员走一半累了，给我饭吃了。所以当时很想回国，回来以后，我发现我有点跟不上国内节奏了，比我出国之前更快了，就是我已经心散了。就我发现现在还有那种15分钟就能送到的外卖，15分钟什么概念？就是偷我外卖的人他都吃不完，而且我也没有办法再努力工作，我看能力比之前还差。前段时间改稿会开到第3天，我嘴角起了个大泡，这帮演员还开始嘲讽我，哎呀，我们常年在国内的人就起不了这种泡，你这个是意大利泡啊！他们说你现在没有办法努力的同时还不够松弛。我说对呀，我很想努力，但我一努力就开始心疼自己。我说实话，朋友们，我上台3分钟我就想下去了。我说这不是已经笑了吗？已经很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文艺派脱口秀演员高寒。太帅了！大家好，我叫高寒。我能坚持到现在，全靠观众对我的爱。我觉得观众甚至有点溺爱了。有观众说高寒长得像刘昊然，说高寒跟刘昊然就差一个发型，所以我剪头的时候给理发师看图片，我说我想剪刘昊然这个发型，他说剪不了。我说你剪不了就换个人，谁能剪谁给我剪。他说谁来也剪不了，你现在就是刘昊然的发型。丢。我知道自己不算好看从小牙不齐，因为小时候家穷顾不上美观。我小时候跟我妈说过要戴牙套，我妈说儿子你要矫正牙齿，那隔壁吴老二脑血栓都没治。我去隔壁看了，吴老二牙非常齐。
什么鬼？我妈说她牙齐就对了，她现在脑血栓没钱治，就是因为之前花钱矫正了牙齿。所以比脑血栓轻的问题我不敢提。小学牙不齐没治，初中驼背没治，高中青春痘没治，我越长大越难看。出生那天就是我的颜值巅峰，接生的护士以为刘昊然出生。每次跟我妈面对面，我都想问问她，我说妈妈，我就站在你面前，你看我几分像从前？但是妈妈也没办法，因为妈妈更不像从前，她从前是王祖贤。长得差点也就算了，关键我这个气质也是唯唯诺诺、畏畏缩缩啊。因为穷人家小孩害怕犯错，我小时候打碎过一个碗，那碗我差点被打碎了。听到摔碎东西的声音，我爸就冲进来动手，他好像一个埋伏在帐下的刀斧手啊。我说一个碗至于吗，爸？就感觉打碎这个碗，咱家就会倾家荡产。我说爸，你最近不会在外边要饭吗？这至于吗？我说这个碗，它不会是那种速配勾勒出青花、逼风弄砖丹那种碗吗？青花瓷。但有钱小孩不怕打碎碗，所以司马光他敢砸缸。如果是我看一个小孩掉水缸里，我会非常纠结。我说，哎呀，一个小孩的性命固然宝贵，可一个大水缸也价值不菲呀。我搬起石头是能砸缸，但更容易砸到自己的脚。因为打碎一个碗，我爸都打我一个晚上；要把家里缸砸了，我3个晚上别想好过。我家的缸是3碗不过缸。其实我非常嫉妒司马光，因为大家都说他是神童，我也是全村最聪明的小孩，但没人知道我是神童。我发现神童是需要家庭条件支撑的。我更嫉妒的人是丞相的曹冲，我觉得他那个故事太奢侈了。因为三国时普通小孩连饭都吃不上，他在那研究大象。俩小孩唠嗑说：“哎，你听说了吗？咱曹丞相的儿子称相了，你猜他咋称呢？”我猜他应该是吃饱了称的。哎，别说三国小孩了，就我小时候都没见过大象。学曹冲称象时，咱村里小孩对大象没有任何认知。我同桌跟我说：“他说高寒，大象太恐怖了，我听说摸大象一下就会变成盲人。”还有同学说，哎，说这个曹冲他爸太厉害了，有一头大象，他爸是不是动物园园长？我说他爸当时是华北平原的园长。那曹冲能称象，就是因为曹操是丞相。我想称象，我没有船，上哪整船呢？曹冲不存在这个困难，他正准备找船呢，曹操就过来了，说：“儿子，你可别找了，船那玩意儿爸肚子里就有。”就曹冲那个条件，他能成为任何他想成为的人。他称完相，那手下就都在那儿欢呼。但曹冲觉得，哎，当神童也没啥意思。他一拍大腿说：“哎呀，我这有手下，有船，有梦想，我要成为海贼王。”但穷人家小孩很难当神童，就算你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小孩，可你连电话手表都买不起，你怎么可能是小天才呢？穷小孩容易挨打，但挨打的小孩也不用怕，因为摔碎碗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只需要把碎片捡起来，然后拿这个碎片和原生家庭做一个切割。哦呦，其实我今年25了，我还是不知道那头大象的重量，但我希望穷小孩也能把名字写在历史书上。所以如果让我写《三国志》的话，曹冲称象这个故事会是这样说：高寒问曹冲曰：“我像刘昊然乎？”曹冲称：“
姓。讲到这儿，谢谢你。